你穿越到了一个卡牌世界，在这里，厨师需要用面条卡烹饪，裁缝用黑色丝袜编织，人们借助卡牌的力量开疆拓土。而在卡牌中，最强的莫过于各种扩展包，例如哥布林与地下城、神圣骑士扩展包，这些东西都非常珍贵。举个例子，基本卡中的金段长矛就打不过龙级山脉扩展包中同级的迪比斯战矛，而你正好穿越到了一个洛伯特卡什身上。3年前，身体原主曾问鼎巅峰，在与对手卡皇秦元豪的对决中被暗算，整副卡组全被销毁，一人实力倒退，虚弱不堪。靠着毅力强撑3年后，终于还是迎来了死亡的结局。冷，好冷！意识逐渐模糊，这时虚空中传来一个声音：魂兮归来，去君衡甘。等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在一条雪河旁边，这个天空灰蒙蒙的，毫无生气。这里是秘境吗？又一道声音传来：魂兮归来，君无下此幽都歇。声音来源是一个船夫坐在一条破烂小船上。老先生，请问这是哪儿？他呵呵一笑：昼为水，夜为雪，此地名为奈何。你呆住，这不是你穿越前的花样神话吗？是的，这个卡牌世界中的扩展包千奇百怪，但唯独没见过任何东方神话。这时，眼前之人便摆弹出阴间摆渡人等级传说卡牌技能杨摆渡限定技，是灵魂完整的死者复生，目标强度不能超过自身一半。发动思考后消失3年，并降级为巡河鬼差。是老先生报救了？老人呵呵一笑：时辰到了，老夫违反幽都规定，要被解职3年喽。你小子的力量我全拿走了，等老夫出来，你得还我一艘大船，嘎嘎嘎，否则等你回过神来，老人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：发现秘境奈何西岸，所属扩展包东方神话，可发现卡牌4张。对着河边深深鞠躬，获得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这次势必要带着东方卡族横扫幽冥帝国，肃清当年所有诬陷自己的人，包括卡皇。看向一旁树林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也是扩展卡捡起根树枝。面板提示：卡牌技能是木料 LV3，可以当做3级木料使用，并且还有镇魂的效果，对灵魂有杀伤力。想了想，除去树叶打磨了一下，于是就获得了新的卡牌木质长矛和灵木柴。其中木质长矛还继承了灵魂杀伤的效果，这意味着可以对灵魂体也造成伤害。看向河流，此时到了白天，河水从血水恢复为清水，一条条鲤鱼在河中若隐若现。很快，你成功摘了几条鬼鲤，卡牌效果是鬼化，而且它的进化方式3种，分别是清蒸、红烧和水煮。擦擦口水，用镇魂柳生火烤鱼之下，生存问题解决了，该好好探索一下这个秘境了。之前面板提示，现在可以发现4张卡牌，如今已经发现3张，那么最后一张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眼前鼎鼎有名的那河水了。用手一捧，卡牌技能是阴间水源，白天该卡视为水，夜晚则不再拥有水的特性。该卡可以为幽都水系生物和鬼魂卡牌提供必要生态。你已经发现当前全部扩展包卡牌将随机遭遇一段与幽都相关的轶事、传闻或神话。为保村中1年风调雨顺，穿上嫁衣的少女被沉入河底，她现在飘在奈何之上，鬼神不收，她在寻找。看，朝你来了！一抹红色从河面浮出，最后慢慢靠近，定睛一看，真的是红嫁衣。可是只有嫁衣，红衣妹妹她人呢？等等，猛然回头，身后空无一物，忽然一股血腥气息从身边冒出，想起开头那段话，用力的喊：小姐姐别！咱们沟通一下，鬼神不收，我来收，我养你啊！下一秒，压力如潮水般退去，你大过团的出席，低头一看，地上静静躺着一张卡牌，捡起一看，嫁衣少女红，等级6星，卡片技能是喜乐，可以召唤死亡大队，给周围生物系卡牌获得鼓舞效果。天地不收，该牌持有者会每日消耗灵魂力量而非能量。另外则是怨恨，该卡出场时开始计数，任何伤害到该卡的单位都获得怨恨效果。玉云，嫁衣少女死亡时将卡面替换为红衣厉鬼，并且召唤。仔细看了一下红衣厉鬼的面板，乖乖自带2阶段狂暴的药品辅助啊！你脸色一白，这什么阴间玩意儿？属于是天上掉的雪蟹饼了。有的卡它不要费用，要命啊！这什么黑暗决斗神卡？与此同时，系统传来的提示：秘境结束，将在1小时内关闭。等再醒来，已经回到现实。想要复仇的话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先加入一个卡师学校，混进幽冥帝国，来到报名区。很快便得知了这次入学考试内容，只要和随机匹配的队友在教师手里坚持10分钟，就算过关。身后一道声音传来：哥们儿，我叫冷风，你就是我的队友吧？你看了一下自己的号码，113和114号，正好组队。聊了一会儿，冷风拍拍肩膀：没事的，哥们儿，虽然你不是妹子，我也会带你躺赢的，放心吧。我是盾系卡师，你呢？随后掏出张卡牌，曹史莱姆，普通5星，技能是史莱姆分裂。受到伤害后，该卡会消耗分裂为10个幼体。你呵呵笑，我辅助，治愈系吗？摇摇头，不，我是增幅系。考试开始，老考官这边的卡牌是冰巨魔扩展包。冷风抬手先召唤了曹史莱姆，老考官用出一发冰弹，瞬间史莱姆分裂出了10个幼体奔向各处。考官林修点头，哦，不错，那这一招呢？
打出一张魔法卡，巨魔咆哮，冰雾。这张伤害虽然不高，但对付生命值很低的史莱姆幼体却恰到好处，冰风暴刮起，看看暗笑，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？不过通不过这关，也不配进我们学院。可这时对面场上突然腾起火光，飘过去的冰雾居然被驱散了，是另外一个队友？那是木柴吗？不对，普通的木柴是无法驱散冰雾的。有意思，这两位看起来都可以入学，不过眼下吧，要先给他们上一课召唤冰巨魔战士。一只浑身冰雪的巨魔瞬间出现，稀有3星血量高达514点，冷风惊呼：“我靠，老师你太过分了吧！入学考试需要用这么强的卡吗？”考官呵呵一笑，这世界上有几个对手给你讲公平？上吧，冰巨魔！冷风咬牙，小凡，你赶紧跑，我拖住他，大不了输了我再交一次学费。你要坚持10分钟啊！你大手一挥，不用召唤嫁衣少女，索拉队给史莱姆们助助兴。因为想起史莱姆们欢欣的起来，镀上一层红光，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上升不少。冷风眼睛一亮，你这妹子赞啊！别光顾着看，我给史莱姆加了移速，你让他们分批次拖住。巨魔速度不快，享受直接移动速度变快的史莱姆并不轻松。很快5分钟过去，老考官眉头一皱，又掏出一张卡牌，我将双刃战斧和冰巨魔战士合成，融合召唤冰巨魔狂战士。一道白光喷出，冰巨魔手中出现一把战斧，咆哮一声，一斧头将一只史莱姆砍碎，但巨魔速度反而变慢了。冷风心中大定，没关系，就算他多了武器，也不可能在10分钟内解决所有，咱们赢定了。科尼眉头紧皱，不对，考官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不合常理的出牌呢？冰弹、巨魔，典型的法师卡组。冰巨魔这样的肉盾生物刚好可以保护脆弱的法师，可是为什么宝贵的卡组位置里会给冰巨魔配备一把斧头，而不是盾牌呢？忽然瞪大双眼，冷风，我有个小花招，你悄悄召回2只史莱姆，他马上照做。另一边，冰巨魔高高举起斧头，眼看就要劈向眼前史莱姆，你双眼眯，就是这一下，这个动作很不对劲，绝对不是下劈。过来大喊，冷风，目标是你，迷你史莱姆覆盖了你的躯干位置。下一秒，一把雪亮的飞斧带着冰雪切割过来，附魔投掷，斧头击射，掀起一大片冰风暴。老考官呵呵一笑，这套卡组基本没有人会防备，动作缓慢的肉盾冰巨魔，但真正的杀招就是用冰魔法给战斧附魔，再由冰巨魔投掷而出。他靠的这一招赢过不少对手，想来对面2个新生现在的表现一定很精彩吧？等冰雪散去，等等，对面怎么还站着？不对劲，老考官还想继续调动能力。冷风大喊，老师10分钟到了。没错，他身上史莱姆此时已经变成了史莱姆之装，当该部位受到伤害时，由史莱姆代为承受。冷风眼睛都亮了呀！小凡，哦不，凡哥，你这是怎么想到的？也太神奇！你算总监不值一提的小花招罢了。成功通过好之后，你加入了学院的辅助系。冷风则是强攻系，他跟你说了一下，东市学院有一个1年1度的学院杯，只要拿到前3名就可以拿到不少奖学金。最关键的是有冰巨魔秘境5日探险权，但是要打团队赛，那咋办呢？你找到同系的女生火灵儿想参赛，班主任也就是老考官咳嗽一声，小凡，你不是新生吗？学院杯可不是入学考试，那是真正的比赛。我承认你还不错，但现在对你来说还为时尚早。对了，火灵儿同学，我刚才告诉你，我们学校主力队准备出双法阵容，你和徐峰来组队，双法输出如何呢？一听到这个名字，火灵儿脸色一变，老师，我刚刚已经答应萧凡了。班主任面色一沉，火灵儿同学，学院杯可是我们班梦寐以求的荣耀，这一届我们魔法系，你和徐峰来排名第1和第2，是很有机会拿奖杯的，你可别不当回事啊！火灵儿沉默不语，然而此时你呵呵一笑，老师，我申请和那个徐峰来比一场，我赢了，学籍就归我。众人一愣，又是他声音传来，好，灵儿，咱们就这么办。火灵儿同学冲冲，徐峰来同学，咱们不熟，大可不必这么称呼，我和你根本没配合，就算一队，我也不会配合你出卡。班主任嘿嘿一笑，火灵儿同学，你的意思是你和萧凡就配合？这样吧，你们俩一队，约着徐峰来同学如何？如果输了，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吧？火灵儿心中焦急，他只是一个蓝1星卡士，而徐峰来已经是蓝4星卡士了，这其中差距十分巨大。你也一阵嘀咕，这有些不公平吧？我加一个1星学姐去打一个4星学长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不是欺负他吗？徐峰来一脸得意，这样吧，3天后，小灰毛加上火灵儿，你们俩一起上。很快到了对战当天，战前你们对了一下信息，火灵儿带的是雷水系卡组，核心卡是基本包里的3星白板法术雷弹，以及进化过后的增压雷弹，再辅以一些水系卡来增加伤害。他愁眉苦脸的。徐峰来的火焰卡组里有额外扩展包里的火焰盾，我这点伤害不够看啊！你呵呵一笑，来，你试试看，5张增压雷弹加1张能量循环，再用1张魔法卡法术漂浮，让雷弹漂浮起来攻击试试。火灵儿尝试了一下，眼前亮，哇，为什么雷弹威力被增幅了这么多呀？因为雷法术卡自上而下攻击威力是有加成的，雷霆等于9天之上。火灵儿眼睛都亮了呀！萧凡同学，你可真厉害，
决斗正式开始，这次是虚拟场景对战，模拟的地点在沙漠。开局你打出一张木质长矛，率先投掷出去，然后带着火灵儿迅速后退。这种小儿科自然被徐凤来轻松躲过。不过他眉头一皱，刚刚他第一时间使用了火元素亲和，没想到意外的被头毛打断了。这是他火元素卡组的起手，耗能不低，并且还有10秒的施法前摇，费用亏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估计对面还是个菜鸟，所以不按套路出牌，这把稳了，再用一次就好了。我命令火元素亲和附身，片刻后火光激昂从身上乍现，又是一根长矛飞来，徐凤来只能躲避。靠！对面的小灰猫运气真好，就差1秒就成功了。这下亏了2张费用，难说马飞。不过对方也出了2张卡，卡组又不是无限的，你给了我2根，我也还你1根。掏出一张蓝卡，抬手捏出一张火焰之枪，岩枪术去。而飞过去的时候，他愣住了，因为对面居然出了一张水球，轰的一下，水球轻松被击破，水蒸气飘散。下一秒，岩枪射到什么东西上，一时间流火四溢。他定睛一看，都笑了，哈，木材堆用木头当火，这是什么天才主意啊？这肯定是亏费用的。众所周知，卡组容量是有限的，他只要出点小水弹就可以点燃木材，把场面烧干净。可下一秒发现不对劲，等等，怎么回事？对面怎么场上这么大烟雾？木材堆燃烧能这么大烟吗？徐凤来脸色一黑，很快想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，水球加木材等于是木料嘛？不充分燃烧的木材确实会产生浓烟，并且这火还是他自己给的。居然用了烟雾弹战术，这下难以瞄准。而且这会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雷弹从头上来嘛，声东击西战术，就这点小把戏也很阴我。我告诉你们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这些都是没用的。掏出2只火焰盾，花招再多，攻击不破防就完全不可能赢。已经开始期待待会若雷被完全防御后，那个小灰毛和火灵儿哭唧唧的表情了。又是在我2张火焰盾叠加，下一秒雷电劈在地面盾牌上，虽然威力很大，通过不少，但胜利的电流怎么都无法穿过第2面了。这会儿浓烟也散去，看着对面笑脸煞白的火灵儿小妞，嘴角一歪，岩枪术去。下一秒虚幻场景消失，徐凤来洋洋得意，这赢的也太轻松了吧。下面顿时有人求徐凤来，徐凤来，红心姐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徐凤来嘴角都快上天了呀，我这安排的太是时候了。观众脸上也都满是笑意，这简直是意料之中。可下一秒你呵呵一笑，不对哦，老师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其他人眼神纷纷扫了过来，这是谁啊？哦，刚刚打输了新生萧凡啊！台上打了半天存在感极低，原来还有这人。嗨，萧凡同学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卡式对决本来就有胜有负，输了没关系，大方承认嘛，下把干回来。来，徐凤来同学，过去跟他握个手，给新生做个榜样。徐凤来优雅一笑，伸出手的时候，你指了指屏幕，不是哦，老师，请您看看 AI 胜负判定。等众人转头看去，上面写着的竟然是红枫徐凤来失去生命体征，徐凤来彻底疯狂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出错了。我要看回放。火莲呵呵一笑，徐凤来学长，你真的太自大了，真以为那几个增效雷弹就是我的杀招吗？此时在屏幕内，众人只看到那几个雷弹被徐凤来的火焰盾挡下后，还不是结束，而是额外有些雷电绕过了火焰盾，攻击到了徐凤来的脚上。这怎么可能？等等，难道说？他满眼震惊，他想到一开始你投射出来的东西。你呵呵一笑，没错，那2根长矛正是引雷针。班主任林修元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，虽然这小子说的听起来都很有道理，但真的很不对。雷电怎么会是走地面传导呢？那几个电球也不是纯粹的雷光色，而是掺杂了一些幽暗的蓝紫色。而这一切当然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之前的水弹看似是制造浓烟，但其实还有别的作用。没错，你的奈何水可以变换形态，承载部分阴气，而雷弹穿过奈何水的时候，就融合成了新的卡牌阴雷弹。法术卡等级普通7星，卡牌技能是后土之雷。当该卡被导入地下时，可以在地下传导，造成中等范围伤害。真正的伏笔早在开局就已经埋下，那就是插在徐凤来身后的长矛，就是2根木质的引雷针。阴雷又是鬼雷，当然不在空中传导，而是在地下。如此配合镇魂柳做成的长矛，方成杀招。这就是你完美的战斗计划。而为了以防意外，你还为徐凤来准备了足足8种死法。没错，也就是这个世界决斗大师中最稀少却最可怕的那种卡师，不靠能量和等级，算计天时，算计地利，算计对手甚至队友，永远占尽先机，主导战场的战场架构师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开打学院杯赛了。